驻台美军现在翻了20倍，并且还手把手地教台军如何对付解放军。那么我军有何应对方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针对台岛的部署也是越来越多。除了在台岛周边修建大量的军事基地，并部署大量的武器弹药之外，还在台岛上加大了美军部署。在2010年的时候，中美关系还算良好，所以在台岛上的美军只有象征性的10个人，并一直都没怎么变动过。到了2020年，中美关系就变得不怎么好了，在台岛上的美军就翻了个倍，来到了20人。而到了2021年，中美关系再一次恶化，在台岛上的美军再次翻倍，来到了39人。到了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冰点。美军还在菲律宾拥有了9大军事基地，能够直接出兵台海。美军这时候在台岛上的部署直接增加了20倍，来到了200人。按照台军方面的说法，美军在对台军进行评估之后，认为以台军现有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难以对抗解放军的进攻，所以需要从新兵入伍开始进行从头整改。在针对台军的后备部队训练上，也应该进行整改，使其更加贴近于实战。在空军方面，美军的顾问已经进入台军嘉山基地，对该基地的弹药储存情况和抗炸能力进行了评估，从而根据这个评估进行相应的整改。所以说，美军这200名士兵将作为顾问团，对台军进行手把手的教学，其中 80% 用来指导台军的陆军训练，进驻新训中心和后备旅，对新兵和后备旅进行指导。剩下的 20% 则是对台海空军进行指导。对于台军现在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大家也都知道，之前面对无人机都采取了最原始的用石头砸来应对，手中的枪似乎是不存在一样，如此可想战斗力能够发挥多少了。而训练水平，之前岛内就有消息曝光过，新兵训练因为吃不了苦，军训的时候气温不能高于28度，训练时必须要有空调散热才行。在进行体能测试的时候，更是表示为了保护士兵们的安全，明令禁止在30度的环境下进行，否则就要严惩。而美军虽然现在也拉胯了，似乎这些年来从来没打过一场胜仗，但美军内部的训练体系和方法都是成熟的。对于这帮台军士兵来说，负责训练的美军教官很清楚他们的身体情况，所以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极大程度上提升台军的战斗力。但是台军这战斗力能够得到提升是一回事，提升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现代战争可不是靠个人战斗力就能决定胜负的，真正需要的还是那些现代化装备组成的体系化作战。而台军即便是士兵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但是装备却是一大短板。海军方面，解放军的2大航母编队就能够实现全面碾压。空军方面，光歼20就能实现覆盖式打击，更别提其他上千架的先进战机以及轰炸机了。陆军方面更是不用多说，新式远程火箭炮已经能够做到500公里精准打击，到时候一旦开打，岸边上都能直击台海，实现火力覆盖。因此对于解放军来说，真正的对手还是美军。美国现在的想法是强化台军的战斗力，以免让台军在战斗开始时帮倒忙。毕竟解放军动起手来也会顾及到岛内同胞平民安全，不会轻易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便攻击，所以这些台军也不可能被全部消灭。美军认为，只要这些台军还幸存着，就能在岛上采取游击战的方式和解放军持续作战，成为美军消耗解放军的炮灰。而这也是美军对台军基地进行弹药储存情况和抗炸能力评估的原因之一了。只要让这些基地抗炸，那么将会成为台军的补给库，为台军持续作战提供支持。当然，真正的主战场还是在台海，解放军面对也是美军，美军想要将力量投送到台岛上，必然要通过海空。
而解放军前不久的围岛军演也是海空封锁，表明我军也在为未来的收台行动做准备，对付的就是美军。虽然解放军很少打仗，但打过的仗中恰好有美军的存在，并且还以弱胜强打败了美军。现在实力突飞猛进的解放军对付起美军来就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美军想要手把手教台军打仗，教的怕不是打败仗的本领。